深夜，下班回到家的我打开电脑，准备好好放松一下。叮咚，电脑右下角弹出一封邮件，伟人测试软件。我点击进去后，弹出了一张黑白图片。图片中的女人嘴角咧开得非常夸张，将近要挂到耳朵根，一双眼睛毫无神采。一段血红的文字在图片下浮现。如果你觉得这张照片正常，请立刻退出测试软件。如果你觉得这张照片令你感到不适，那么请继续进行下面的测试。伟人测试软件，我眼前一亮，这是新出的小游戏吗？还挺刺激。将手上的可乐放在桌子上，随后我点击下载。这软件不大，也就20多兆。点击进去，映入眼帘的又是一张黑白的女孩照片。我吓了一跳。这图片上的女孩长相非常奇怪，两眼的眼距很宽，嘴巴咧起，像只猴子一般。屏幕此时弹出一段文字：如果你感觉这张图片是正常的，那么建议你退出本次测试。如果你感觉这张图片不正常，甚至引起了你的不适，那么请你一定要继续进行以下的测试。紧接着下面弹出2个选项，分别是继续跟退出。我看着屏幕上那张诡异的黑白照片，心里泛起一阵不适，果断点击继续。屏幕又弹出2张图片，系统提示：请点击你觉得是伟人的图片。一张是一个微笑着的中年人，另一张也是面带微笑的一个小男孩，只是这男孩表情非常生硬，五官像拼凑出来的一般。这小男孩怎么看着像个木偶玩具一样？我心中默默吐槽，正常人的表情怎么会像这个小男孩那么僵硬？这要是人我吃1斤 S。毫不犹豫点击了小男孩，紧接屏幕又弹出2张照片，一张是一个长脸男的自拍，另一张是一个中年男人的自拍。仔细观察了一阵，我果断点击长脸男。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眼睛非常无神，目光呆滞，嘴巴也不是很自然，简而言之就是没有人味。我结合上一轮的图片得出了这个结论。紧接着又是几轮图片的挑选，我毫无例外的全部选对了，直到最后一轮。卧槽！图片刚上来我就惊叫出声，这不是我隔壁的向左哥吗？屏幕上的2张图片，一侧是一个神色正常的妇女，另一个则是我的对门邻居左哥。只见图片里的左哥双眼瞪大，目光呆滞，用手指指着鼻梁，嘴角诡异的上扬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，这不是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吗？回头就给你这个破游戏举报了。我一边谴责着这个游戏，一边点击左哥的照片。因为经过几轮游戏的锻炼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左哥不是人。啪嗒，鼠标清脆的点击声响起，屏幕突然卡顿了一瞬间，紧接着2个选项弹了出来。请问你还活着吗？是或否？真是神经病，我不活着谁给你做的题？我点击了是，并且越发觉得这是个无聊的恶搞软件。这时屏幕又卡顿了一下，就在我怀疑电脑是不是被病毒入侵的时候，屏幕上列出了几行血红的大字：恭喜你通过了测试，我们会在1周内过来接你，请你现在不要说话，不要开门，不要接听任何电话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发现了他们的异常。如果1周后你没有接收到我们任何的邮件，那只能请你自求多福了。电脑屏幕疯狂闪动，最后竟是直接蓝屏。中病毒了，这破软件果然有病毒。我把电脑关机，正打算重启一下，可就在这时，嘟嘟嘟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我起身刚想问是谁，但是想起刚刚电脑上的文字，内心犹豫了一下，于是光着脚走到门外，透过门上的猫眼往门外看去。是左哥，敲门的正是我对门邻居左哥。我越看越不对劲，左哥的表情跟平时很不一样，眼神呆滞，嘴角诡异咧起。这不就是刚刚照片的样子吗？我被吓了一跳，身子顿时僵在原地，就感觉一股冷气从尾巴根窜起，激起一身的鸡皮。门外的左哥好像觉察到了什么，将眼睛凑近了猫眼，他的敲击越发大力，甚至变成了鸣人。咚咚咚，沙哑的声音响起，声音很像机器轮盘发出的碰撞声。开门！砰砰砰！左哥锤门的力气越来越大，我甚至感觉门框在摇动。雅贤，给我开门！我的目光扫向周围，试图寻找趁手的武器。这时响起一道声音：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是隔壁赵大婶的声音。干嘛呢，向左？大晚上哐哐敲人家雅贤的门干嘛？我孙子都被你吵醒了，正哇哇哭呢。猫眼中左哥循声扭头，嘴角勾出一个诡异的微笑，朝着走过来的赵婶笑道：我找他有事。哎呦喂，你这笑的怎么这么瘆人？赵婶看着左哥脸上诡异的微笑，停下了脚步，竟一时不敢上前。你别敲人家门了，雅贤估计睡着了，你有啥事明天再找他吧，这大晚上吵到邻居也不好。赵婶丢下一句话就匆匆离去了。猫眼中左哥盯着赵婶的背影若有所思，下一秒他的脑袋瞬间就转了过来，微微俯身，用瞪大的眼睛紧紧贴住猫眼。草！我被吓得连忙后退几步。真的有伟人吗？我费力将鞋柜挪过来抵住大门。我打算回去看看电脑，看看还有什么漏下的提示。回到了房间，顺手将房门反锁。电脑在经过重启过后，桌面已经恢复了正常。软件呢？那个伟人测试软件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。伟人向左好像已经盯上我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伟人就住在我隔壁。记忆中向左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伟人的？还是说他一直都是伟人吗？桌子上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打开来电显示，一看是个陌生来电。我突然想起伟人测试软件上的提示，不能接电话。我没接也没挂，打开静音就让它自顾自的震动。扑通一声钻进被窝，
众所周知，被窝能防御一切的诡异的侵袭。窝了一会儿，被窝渐渐温暖，那颗因恐惧疯狂跳动的心脏也缓歇了下来。妈耶，想上厕所了！一阵尿意袭来，我看了看房间的门，门缝像是有一道人的阴影折射进来。门外有人正等我出去，我在床上一动不敢动，硬是把尿憋了回去。怀着恐惧，我渐渐睡着。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手机闹钟准时响起，将床上酣睡的我吵醒。划掉闹钟一看，8点了，明明身处险境了，我居然还能睡得这么死。屏幕上显示了99加的来电短信，我打开一看，这电话从昨晚12点一直疯狂地打到早上6点才停止。这看着密密麻麻的来电显示，我心中泛起一阵恶寒。只要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应该不能把我怎么样吧？打开房门，客厅没有动静，四周静悄悄的。匆匆洗漱一番，打算出门赶公交去。吱呀，将大门打开一条缝隙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，没人。呼，我松了口气，钻出门外，刚关上门，余光一瞥，只见左哥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后，用他那空洞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我。终于等到你了。左哥露出了一个僵硬的微笑，一把扣住我的胳膊。哎，左哥，你找我干嘛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左哥的脑袋歪了歪，两只眼睛诡异地回转了一下。我知道什么？你在说啥？左哥，你快松开我吧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左哥像是在思考，过了一会儿，竟真将我松开了。走了，左哥，拜拜。我没敢多做停留，脚步飞快地离开了这里。啊，雅贤！刚在工位坐下，肩膀就被一双手搭了上来，扭头看去，是跟我玩得很好的同事冰月。知不知道人吓人，吓死人啊！怎么了你？一惊一乍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我先回工位了。平日里摸鱼很快就能度过一上午，可今天我却觉得十分煎熬，满脑子都是伟人。哎，不如在网上查下先，说不定还能查到什么。心想着，我顺手打开搜索引擎，什么是伟人？伟人存在吗？伟人会不会伤害别人？连书搜索了一连串的词条，但网上却没有对此相关的记载。抓了抓头发，我一脸不可置信。不可能啊，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有？但凡是在网上出现过的东西，肯定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点痕迹呀。难不成这些信息都被人给抹除了？我心里正疑惑，却听到不远处的冰月发出一声惊呼：我敲伟人！不远处的主管迅速走到了冰月身边，啪嗒一下把他电脑关了。上班时间你在干嘛？跟我出来。说罢，带着冰月走出了办公室。很快又到了下班时间，下班前我问冰月：主管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上午摸鱼的时候，电脑突然弹出一个叫伟人测试软件的文件，我手一抖就给下载了，上面是让你鉴定一种叫伟人生物的游戏。本来也没什么，我就当个小游戏玩，谁成想后面主管的照片也出现在上面了。当时那张照片上的主管老吓人了，当时就给我吓了一跳，所以我才会喊出声的。那主管找你出去干嘛？主管把我拉出去，瞪了我好一会，然后后面又笑了起来，就跟我说上班别摸鱼，就没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顿感不妙，看样子主管也是伟人。更不妙的是，冰月已经将自己知道伟人的消息给暴露了。回到家里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我没什么心情做饭，随便泡了桶泡面就蹲坐在电脑前，手指噼里啪啦地输入着词条，试图在网上找出一丝丝伟人的痕迹。最终我在一个古老论坛终于发现一篇关于伟人长长的帖子。伟人是这个世纪初出现的，他们喜欢偷偷观察人类的行为，并在完全掌握后尝试取代这个人。上述只是我的个人猜测。2124年1月，伟人会以一种类似于能量体不确定的方式存在，他们会在暗中偷偷观察你。2124年2月，通过我的观察，我好像找到了一个伟人。2124年3月，伟人在没被别人发现之前是不会提前动手的。如果你已经被伟人发现，请躲在家中锁好门窗，必要时拿起身边的武器来保护自己。2124年6月，我发现身边好像有一个伟人，他的行为很怪异，像是一个笨拙的机器人。2124年7月，这个伟人他被官方带走了。2124年8月，伟人们的动作很混乱，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五官，说出来的话也没有逻辑。由于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动作，这导致他们很喜欢爬行。2124年9月，我好像被官方组织盯上了。2124年10月，该消息已删除。我看到这里的帖子好像被删除了一部分，等下次更新已经过了将近半年，于是我往下面扒了扒。2125年3月，我了解了很多东西，可以挑一下能说的分享一下。一代伟人目前不能确定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但是分辨他们的方式很简单，他们的动作语言都不符合常人，很显得怪异。伟人会用特殊的手法将人的皮剥开，然后再钻进去缝合，所有伟人背后都有一条黑线。如果在路边遇到这种诡异的人，请远离。看到这我被吓了一跳，想起白天的冰月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个电话过去。喂，雅贤吗？你到家了没？到家了，这会正吃饭呢，咋了呀？你先去把门反锁上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啥事啊？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冰月嘟囔一声，但还是听我的话，打算去关门。等冰月去关门的时候，我的目光转向了屏幕里的内容。2125年4月，根据内部消息，伟人好像已经出现2代了。他们的语言、行动已经无限接近正常人，
只是有时候表情有些僵硬。或许我们当中已经混迹了不少伟人了。赌赌赌！我正聚精会神看着屏幕的内容，电话那头响起了敲门声。谁呀？别开门！我冲着电话那头大吼一声，可冰月已经将电话放下，手搭上了门把手。咔嚓，开门声伴随着冰月的声音响起。主管，你这大晚上过来干什么？砰的一声关门声响起，紧随其后便是冰月的闷哼声。你要干什么？完了！为避免被主管发现，我迅速将电话挂掉。看来冰月是凶多吉少了，都怪我没有早点告诉他伟人这些事。我的目光再次聚集到电脑屏幕上，鼠标滑动，帖子的后续浮现，帖子的更新又横跨了大半年。2125年9月，第3代伟人诞生了。他们的特征是背后有一条黑线，他们已经无限接近人类，他们拥有宿主生前的记忆能力和习惯，或许他们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生活中，我们还未察觉。2125年10月，我已经证实了他们已经对人类进行了大规模的侵入。后来者呀，如果你能看到这条消息，请一定要注意身边的人。不管怎样，祝你好运。我的目光下移，帖子几乎已经到底了。霎时间，莫大的恐惧涌上我的心头。发帖人难道也被伟人发现并且嘎掉了吗？网站刷新了一下，我再看去发现之前的帖子已经全部被删除了。松开鼠标，我无力地垂下双臂，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。隔壁的左哥、冰月，公司的主管，我究竟还能相信谁？我有种很强烈的预感，今晚他们可能会找上门来。因为白天的时候我向冰月透露过些许伟人消息，而如果第3代伟人取代了冰月，那么他就会知道我知道伟人的存在而来将我灭口。可是现在跑出去更完蛋，不知道有多少伟人正在外面虎视眈眈。左右扫视一圈，房间里亮堂的灯光驱散了些许恐惧。我记得去年我好像买过一根野猪毛，当时买回来就是怕家里进贼，没武器能对付，这下正好能派上用场了。我在床底翻了翻，抽出了一把长约1.3米的野猪毛，将长毛放进被子里，我关灯躺上了床。夜渐深，我硬生生躺了4-5个小时，终于是泛起了困意，眼皮子眨了眨。门外传来动静，一下子将我的困意驱散。来了吗？手里紧紧攥住野猪毛，目光死死地盯着门口的位置。透过外面的灯光，能看到一道黑影正朝房间里窥看。他打开门进来了，随后他走到了我的床边站着，静静地凝视着床上装睡的我。他像是终于忍耐不住了一般，抬起了双手伸向床上的我。来得好！我大吼一声，手里的野猪毛掀开被子，一毛将那黑影挡倒在地。黑暗中隐约感觉有丝丝温热飞溅到我的脸上。我伸手打开了床头灯，只见地上冰月正一脸痛苦地躺在地上，他双手握着胸口那把带着血槽的长矛。雅贤，是我，你疯了吗？还在装！我抽出长矛猛地刺下，地上的冰月一下便再没了气息，连1分钟都不到，地上的冰月就瘪了下去，化为一副干瘪的皮。都是这群鬼东西害的！我强忍不适，将地上干瘪的冰月用袋子装了起来。我应该算是为你报仇了，希望你在下面能保佑我。卷着卷着，我发现冰月背后有一条长长的黑线。黑线？是了，那条帖子里也说过，被伟人寄生的人类背后会有一条黑线，只要能看到别人的后背，我就能判断出他究竟是不是人类。可这时我又犯起了难，光天化日的，谁会露个后背给你看？有了，水上乐园。现在正值夏日，水上乐园肯定很多人，玩水的人大部分都穿的比较单薄，我可以趁机去观察一下有没有正常的人类。将橱柜上的水果刀放进口袋，野猪毛太长不好携带，出于谨慎，我还是放轻脚步走到了门边，透过上面的猫眼朝外看去。这一看就给我吓了一跳。赵婶！只见赵婶直愣愣地站在我的门外，她也不吱声，就咧着个大嘴诡异地笑着，2颗眼珠子时不时还会转动一下。我西，又是伟人！我手起刀落，没给伟人狡辩的机会。雅贤，你在干什么？沙哑低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左哥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。我有些害怕，但在下一秒，这些恐惧就转变成莫名的怒火。左哥啊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呢。说罢，我提起刀子，大步朝左哥走去。闻言，左哥一愣，嘴角不自然地抽动了几下。找我干嘛？送你上路。我说完，已经走到了左哥跟前，将左哥捅了个对穿。你别挣扎了，像你这样的鬼东西就不配活着。我见左哥还想反抗，于是卯足劲儿将他顶到一边的墙壁上。砰！你逃不掉的，逃不掉的。解决完左哥，我便朝着水上乐园的方向跑去。果然，这个世界已经被伟人入侵了。全都是伟人啊！全都被我去打吧，害人的东西！相信我，他们真的不是人，我没有嘎人，我不是疯子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！这个世界已经被伟人侵占了。长官，据我们了解，这个犯人因玩了某款网络游戏后开始变得疯癫，从那之后开始把身边的人幻想成是伟人这一类的东西，开始对身边的人开始屠嘎，甚至把他最亲近的同事嘎了以后，整块皮都扒了下来。突发性精神病吗？先让他关着吧，等他情绪稳定下来，再询问案发经过和动机。是，长官。